水星是太阳系中最接近太阳的一颗行星，同时也是太阳系中最小的一颗行星。水星有许多独特的地质和气候特征，这些特征让我们对这颗行星有着深厚的兴趣。下面我们将详细的介绍水星的地理环境、大气层和水星的探索历史等方面的知识。在太阳系中的8大行星中，水星的体积和质量都是最小的，其直径只有地球的约1/3，质量更只有地球的约0.055倍。尽管体积小，但水星却是太阳系中密度最大的行星之一，只次于地球。这是因为水星的核心非常大，占了整个行星的约85%的体积，远远大于地球的核心相对于地球的比例。水星的表面看起来有点像月球，都是充满了大大小小的撞击坑。它的地壳年龄相当古老，大部分的地形已经停止活动和变化。这些地形包括了大型的盆地、峡谷、崖壁和一些与撞击有关的地形。另外，水星的表面还有一些称为橘皮地形的地貌，这是一种被撞击后地壳张裂造成的特殊地貌。与地球一样，水星的内部也分为3层：核心、地幔和地壳。不过与地球不同的是，水星的核心相对于其整体体积来说特别大，且主要由铁和镍组成。由于核心的大部分仍然是液态的，这使得水星有着自己的磁场，虽然其强度只有地球的1.1%。水星的大气层相当薄弱，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的。它的大气主要由氢、氦、氧、钠、钙、钾和水蒸气等组成，这些元素大部分是由太阳风吹来的。水星的大气层极其稀薄，这使得它无法像地球那样阻挡太阳的热量和紫外线，因此水星的温度变化极其剧烈。在阳光照射下，水星的日面温度可以高达430度摄氏，而在无阳光的夜晚，水星的夜面温度却可低至零下180度摄氏。这种极端的温度变化在太阳系的行星中是无与伦比的。再来谈谈水星的公转和自转。水星的公转周期极短，只有88地球日，这使它成为太阳系中公转周期最短的行星。然而，水星的自转周期却非常长，需要约59地球日才能自转一周。因此，水星的一天需要约176地球日。在历史上，人类对水星的探索始于数千年前。由于水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很低，且大部分时间都被太阳的光芒所掩盖，因此古代的天文学家对水星的观测并不容易。然而，他们还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颗行星，并将其命名为水星，因为他们注意到这颗行星在天空中移动的速度极快，就像罗马神话中的信使神水星一样。在现代，我们对水星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太空探测器的观测。到目前为止，只有2个太空探测器曾经探访过水星：美国的水星探测器和欧洲与日本联合的贝皮科隆博号。这些探测器向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水星表面、内部结构和大气层的详细资讯。然而，水星仍然是太阳系中最不为人们所知的行星之一。由于其与太阳的距离非常近，这使得对水星的探测面临着极大的挑战。但这也正是水星吸引科学家的地方，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，让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行星形成和演化的过程，以及太阳对其最近的行星的影响。从地理和地质结构上来看，水星有许多令人兴趣的特征。例如，水星的北极地区有大量的永久性